歡迎大家翻到嚟延伸鐵路啊！好啦，我哋而家轉眼間我哋嘅 Let's Play Server 進入咗第5集啦。我哋今日開始嘅地方喺邊度呢？喺西南府第站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去到西南府第站有咩呢？咩意思呢？就係而家嘅華山線呢，已經開始起緊㗎啦。南北兩面都開始起緊㗎啦，一邊就準備去白華山啦。記住呢一個其實一個係用翻之前嗰個 custom destination display 啦，所以咧先見到佢寫住白華山。實際上終點就唔喺呢度嘅，下一班仲有1分鐘啦。實際上終點其實就係嚟到第3站啫，仲有5集先會到白華山嘅。大家行下啦，然之後等車等1分鐘，順便 clear effect 啦，係啦。好啦，班列車就差唔多到站噶啦。目前個廣播度仲未裝嘅，所以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啦。而每一個站都會設有4卡車同6卡車嘅標誌。咁就因為咧，上次第4集講過咧，到時候咧華山線最後會擴建成6卡列車，所以沿途都會有4同6呢個標示嘅。但係咧開通嘅時候咧，我哋只會見到有4卡列車啫，並唔會有6卡列車。等到後邊時機成熟先會改6卡。我哋下一站就將會去到石岩站。石岩站唔係台北捷運，唔係即係台北地鐵嗰個石岩站啦。其實石岩呢個名嘅起源呢，其實就係因應翻 Terralift 嘅地形嘅，同樣係 Terralift 嘅地形。等陣間過去就知㗎。呢度有個急彎啦，由急彎轉到角45度角，轉翻出嚟。石岩站嘅興建緣由呢，其實都係因為嗰個自然地形。其實你喺細地圖上面已經可以見得到啦。沿線都係石由黑石所組成嘅海灘啦。有WhatsApp 嗰啲嘢就唔緊要啦。OK，就快嚟到石岩站啦。4、6卡車嘅標誌啦。石岩站呢，就創咗一個黑色嘅設計嘅，以黑色設計為首。因為正如啱先所講呢，石岩站呢，其實係位於一片石灘，因為黑石灘上邊有 Terralift 地形啦，啱先講過啦。所以呢，石岩站呢個名因而得名。為咗配合翻嗰個黑石海灘呢個地形呢，所以就用咗黑色同黑灰色進行設計。你見到有玄武岩啦，有啲黑石喺度，基本上全部都係偏黑色嘅。而家已經有裝咗全新嘅 UniPIDS 啦，呢係一大特點嚟嘅。其實就淨係得，好似仲有邊個站裝咗呢？西南府係冇裝啦，係東綠花之前，東綠花同綠花市之前我試過一個嘅，唔知係咪喺度。同大家睇下呢個月台先啦。月台上邊有水嘅，有啲水啦，就我嚟襯托翻呢一片黑石海灘景象啦，靠近海邊嘅景象嘅。不過呢一度咧，我採用翻類似，其實有啲似麗景站嘅設計嘅。呢度係封閉式嘅，但係出到嚟呢度就會係變翻開放式嗰隻，同麗景站其實有少少相似嘅。上翻大堂，我哋可以見到裝咗新嘢啦。客務中心等等嗰啲就依舊噶啦，跟住都有啲車務。係啦，呢度其實係有2個出口噶，有2個出口。呢度通道係通去2個出口嘅。第一個 A 出口啦，通去一片比較寬闊嘅石灘上邊嘅，
跟住落返去就轉個左彎，就嚟到 B 出口。B 出口呢度咧係一條電梯嚟嘅，一條電梯又係雙向電梯啦。同埋呢個電梯咧好大，5×5嘅呢個電梯，所以其實有啲裝貨上去嘅。我程度上可以話係裝貨上去啦，不過唔知道門夠唔夠大。呢度高低差大約30幾米左右嘅，出到咧會有兩邊嘅通道啦，通返去通道嚟嘅，所以先會設置到 double side， 就係咁樣。同埋呢一度咧，呢一度係用咗相思木同埋松木嘅設計，所以我亦都跟翻嗰個風景去設計嗰啲出口嘅。而家轉翻 GMS 翻到嚟，下一班往白牙山嘅列車，或者係話第3搭列車咧，就仲有唔夠1分鐘就到啦。然之後你留意到又係 double 翻佢40秒、4分鐘、12分鐘。究竟做咩事呢？就係因為咧，原鐵其實係採用緊深夜時分 double 班佢嘅設計嘅，所以咧下一班車咧放喺呢度，非繁忙時間係4分鐘，咁10點半打後嘅深夜時段咧就係8分鐘，差唔多到㗎啦。班列車呢班應該係班南武線，係啦，南武線礦鐵租用嘅列車，喺礦鐵租用翻嚟嘅列車。未來到全線換咗綠卡車之後，呢啲車就會全數唔見晒蹤影㗎啦。而家再我嚟做試驗啫。不過呢架車我嚟做試驗咧，其實咧都係好彩，因為咧呢度咧門距其實 perfect fit， 門距 perfect fit， 車卡 perfect fit， 所以先能夠成為另外另一個試驗車啦。白華山士華卡巴曼塔南武線嚟嘅 JR 好多電動發電車都有呢啲特徵嘅，同埋你睇下呢度竟然有位車長喺度，呢一個亦都係呢一架列車嘅大特色啦。往前看，我哋會通過一個大轉角啦，大轉角會通過2隻彎嘅，然之後就會進入海底隧道。對面係美羅號啦，美羅號往西南附體，呢個長達200米嘅，冇估錯。然之後就通返過去嗰邊啦，上返往左邊轉，然後繼續向北前進。就嚟進入海底隧道段啦！呢一段海底隧道段呢，就有燈光照明嘅，每50米會有燈光照明。係啦，光纖分佈好多隧道都有呢個特色嘅，但係呢個特色呢，到咗 LPS 之後呢，就幾乎唔見晒影啦，只係得返啲 certain 嘅隧道先會再見到啫。差唔多到達下一座車站。深島站，呢一座深島站呢，就係啦，之前有同大家講過，就係因為佢形狀似深而得名嘅，所以呢度就唔再同大家多講㗎啦。如果你想查翻嘅話呢，可以上翻去第4集度睇下嘅。掛晒廣告啦，掛晒葵盈同埋啲吉廣告，就暫時未知會唔會換住嘅，有人租嘅時候我哋就再換過啦。成座車站呢，以紫色、粉紅色作為設計嘅，雖然話條路線係藍色，但係呢個設計就係紫色、粉紅色同紅色為主嘅。點解？深島站你諗起咩？Doki Doki 咯，你諗起 Doki Doki， 咁你就會有啲粉紅色嘅 feel。咁呢一座車站設計其實有啲優比特風嘅。咁點解唔係優比特線？呢個就大家心知肚明啦。大家都知道條路線會變得好崎嶇，得㗎啦。同大家睇下啦，呢度有啲位坐啦，有啲位坐
個站台都好寬闊嘅，同以往車站唔同。深島站呢，其實係兩邊加柱嚟嘅，instead of 我哋常見嘅一邊加柱。上返去深島站嘅大堂啦，呢度都採用咗白色宮廷嘅設計。呢座車站要4分鐘先介紹完啦，如果唔係我哋就 miss 車少咗。跟住呢度就係目前唯一出口啦，暫時就係唯一出口。未來可能會喺村莊嘅周圍再加多幾個嘅。但係見到呢個出口呢，就係用咗粉紅色啦，但係車站內部就用咗紫色、紅色嘅。未來其實我諗住呢，每一個個別出口都會有一定嘅顏色。同大家睇下深島站啦，同埋第3集敲鐘嘅地方。第3集敲鐘結束嗰集嘅地方啦。再同大家睇翻一次個地形。似唔似 Doki Doki 咧？跌翻落去，然後就落翻大堂啦。唔係應該落翻去大堂，因為呢，深島站之後嗰段呢，就暫時仲未起嘅。第8站、第7站、淺捐線嗰啲都仲未開始動工，所以呢，我哋就直接跳到落去最後一站白華山站。冇錯，力到飛起。原因係因為呢，呢度將來會成為一座5線轉車站。5線轉車站基本上應該計重新區之後最大嘅一座車站嚟嘅。未來呢度大南線啦，因為上去就係閃焰王牌線同紫貓怪線嚟嘅。呢條係等先，有啲大紫貓怪線，跟住一條閃焰王牌線，跟住呢，到時候呢，紫貓怪線呢度會有通道通去新大堂嘅。呢一座新大堂呢，就喺一片比較高嘅台地上面啦。你站住喺一塊比較高嘅台地上邊，未來呢度會有兩座全新，唔係兩組全新嘅側式月台，將來就會成為5線轉車站。帶大家睇下原鐵嘅月台啦。呢度就會係未來華山線嘅月台嚟嘅，Shirakaba Mountain 就係未來華山線嘅月台。而我亦都要先 set 好咗46卡嗰啲標誌㗎。不過呢，個 PIDX 擺位呢就會有少少唔同嘅，因為呢座車站呢並唔係和喜，而係 Scenery 4啦。眾所周知，如果你唔知道嘅話，可以查翻去第3集嘅第三集。呢度呢就行綠卡車，所以呢度都先預留咗綠卡車呢位起晒幕門先嘅。再帶大家睇下唔係 S12呢一條 S 閃焰王牌 S12號線，呢一條將會係一條以 S Train 作為主力嘅自動接位系統啦，類似自動接位系統 AGT 啊，係 AGT。俾大家睇下啦。啲扶手電梯就仲未裝嘅，所以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啦。再俾大家睇下啦，華山線9號月台，冇錯，係9同10號月台啊！到時候將會係好恐怖嘅。好啦，俾大家睇下華山線嘅全貌啦。睇埋華山線嘅全貌，我哋就準備結束呢一集啦。咁我哋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就請大家多多支持，記得要 like and subscribe 同埋開 on 啦。仲要 follow 翻原鐵最新嘅資訊，唔好錯過我任何嘅新料啦。好啊，咁我哋今次嘅影片就到此為止啦。
下次再見。